府访华全程客客气气，欧洲却还在摆老贵族的架子。可现实是，5月欧盟对华出口同比暴跌近27%，嘴上喊着要制裁中国，转头就急着求着买中国的天然气。中国早就成了制造业第一、贸易第一、新能源第一，欧洲到底凭什么还这么傲慢？先看最打脸的对比。特朗普这次访华简直像换了个人。以前他跟马克龙握手要暗中较劲，当着记者的面无视默克尔的问好，在北约峰会上一把推开挡路的黑山总理，对待欧洲领导人从来都是呼来喝去的。可是这次来中国，他全程配合流程，主动用了不起的人、我的朋友这样的尊称，连握手都变得克制了很多。欧洲媒体直接酸成了柠檬精。卢森堡广播电台忍不住吐槽，我们实在不习惯看到特朗普这么尊重别人。其实特朗普从来不是变礼貌呢，他只是懂得看实力下菜碟了。对有能力对等博弈的对手，他会拿出足够的客气；对有求于自己的盟友，他只会毫不掩饰的压榨。这次他带着苹果、英伟达、特斯拉，几乎整个美国的科技天团来中国，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重新打开中国市场。谁都明白，现在全球最有活力、最不能失去的市场就是中国，得罪中国就是跟自己的钱包过不去。可部分欧洲政客到现在还没认清事实，抱着过时的优越感不放。最近，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居然公开放话，说可以停止为空客飞机提供软件更新，让中国超过1半的商用客机停飞。这话听起来很吓人，可稍微一算账就知道有多可笑。截止2025年底，中国确实有超过了2000架空客飞机，占比55%，但中国也是空客全球第2大单一市场，每年对华交付量占空客总销量的15%到20%。更关键的是，空客在天津有2条总装线，产能占全球 A320 系列总产量的20%。真要断供软件，空客自身也将遭受难以承受的巨大损失。欧洲政客喊口号喊得爽，可身体却很诚实。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，今年5月欧盟对华出口同比暴跌近27%，贸易逆差还在持续扩大。欧盟中国商会和毕马威之前就发过报告，如果欧盟继续推动极端对华限制政策，自身潜在经济损失可能高达3678亿欧元。现在欧洲的工业已经快扛不住了，能源成本是美国的3倍。化工产能跌了1成，上万个岗位蒸发，连引以为傲的汽车产业都在被中国的新能源企业步步紧逼。更让欧洲头疼的是，他们内部早就分裂成了2半。最近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提案投票，27个国家里面就有13个投了反对票，直接让提案胎死腹中。德国汽车工业高度依赖中国市场，法国空客离不开中国订单，西班牙、意大利这些南欧国家更不想失去中国的农产品买家。政客可以在媒体上喊强硬的口号，可企业不能不吃饭。真要跟中国脱钩，最先破产的是欧洲自己的企业。之前欧洲跟着美国制裁俄罗斯，结果把自己坑惨了，天然气价格涨了10倍，冬天差点冻死人。现在他们又想制裁中国，可转头就发现自己99%左右的稀土都要从中国进口，一掐脖子，电动汽车、风电设备、航空航天这些尖端产业全得停摆。前段时间中国只是暂停了部分欧洲农产品的进口，多个欧洲国家的农业部长就急得连夜打电话求情，求着中国恢复进口。全球资本早就用脚投票了，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500亿美元资金从欧洲撤离，其中大部分涌入中国。中东的主权基金、美国的科技巨头、欧洲的老牌企业都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。道理很简单，中国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、最稳定的营商环境、最庞大的消费市场，在这里投资能赚到真金白银。而在欧洲，除了无休止的内耗和能源危机，什么都得不到。很多人问普通人该怎么布局这次机会，其实很简单，跟着国家的大方向走就对了。第一，重点关注新能源、高端制造、半导体这些国产替代赛道，这些领域未来10年都会是国家重点的扶持的方向。第二，不要再盲目的崇洋媚外了。国货正在快速的崛起，不管是汽车、手机还是化妆品，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都在持续提升，这里面藏着大量的创业和就业机会。第三，不要去碰那些正在衰落的传统行业，也不要盲目的跟风移民欧洲。现在欧洲面临着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，这个世界早就变了，国际政治从来都是实力说了算。特朗普的低头不是因为他变善良了，而是因为中国足够强大。欧洲的傲慢也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厉害，只是因为他们还活在过去的梦里。未来10年，全球的经济中心会加速的向中国转移，这是不可逆的大趋势。我们不用去管欧洲人的酸言酸语，只用专心做好自己的事情，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，就一定能抓住这次的历史机遇。